大家好，我是 Amber。嗨，我今天要来重操旧业了。老观众应该都知道，我之前是在室内公司设计上班，然后频道越来越稳定之后呢，我就把之前的工作给辞职了。等一下，我可以插个话吗？哈？你刚刚说室内公司设计上班，真假的、啊？对。辞职后呢，还是有朋友会问我说：“新家买了要怎么规划？”那我都有帮朋友做一些规划设计。现在我要介绍这一户呢，是去年我规划之中我觉得最喜欢的，所以特别要帮大家开箱一下。那这个朋友呢，我们也是10年前就认识了。他的第一栋房子旧家也是我设计的。那这一栋呢，跟上一栋都有一个共通的点，就是他们的木作硬装做的非常的少，可以说是一个没有硬装收纳的家。很特别。没错，因为一般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呢，都会想说我要做非常多的收纳，以免以后后悔。我要做那种天花板拿不到，地板要趴下去拿的，我全部都要用到。但他们没有，他们就是蛮极简的。我们等一下来了解看看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住家。介绍给你们。我们现在在高雄这个民生路上的国泰O2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朋友家的门口了，这样好像有突击的感觉。没有，我们是有先讲好的。嗨，哇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屋主朋友 Victoria 跟 Andy。嗨，大家好。我发现你们家维持得很好，有在好好的做打扫收纳，看起来很干净，看起来对。这已经有入住一段时间了嘛？对啊，入住多久了？大概3个月了。每天住这里吧？对，每天住。没有什么3个月回来一次吧？我现在介绍一下这个玄关，因为它做全室的木地板都是实木的，就是海岛型，它加合板，然后还有防潮垫，总共有3.2公分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因为这个建商的门它本身是没有去更改的，它已经直接落地到瓷砖面了，所以我们是刻意做出这个落成去让门也是有开启的空间，因为我们没有做出独立的玄关，它是直接进来就是通透的，所以我不要让它有突兀的感觉，我做一个门开的这种弧度，去带出这种有没有打太极的感觉？没有，我在闹。Andy， 我想询问你一下，这个家具是你们准备的吗？这个鞋柜其实是那个我妈妈她非常喜欢的一个家具设计品牌，他们自己做的。主要特别的是说它是用回收的漂流木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木头上的那个风化的痕迹。那这个木头他们叫 lok tray 啊，就是台语叫 lok tray 啊。它这个是台湾的 Hinoki， 就是台湾块做的。它非常的有风味，很有那种在度假感，就是很有那种在巴厘岛饭店进门会看到2个五斗柜这样子。那这有一个问题，这样子的摆设跟一般的设计师不太一样，一般可能会做一个到上面的柜子，对，一般会做全高的。我什么空间都要全部用到，我不能浪费任何空间。我买这个房子就是要做一堆收纳，但是呢，他们没有这样想。就是据我所知，你们就算是一个极简生活的家庭。没错。搬来之前，我一直问说，你们4个人这样子，鞋子真的够吗？然后Andy 就是跟我说，够了，我们一定会减少。我们有在断舍离。你是不是只有2双鞋？其他都我老婆的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到客厅这里。客厅就是这个家最重要的空间的。然后我想问一下，没有沙发没有沙发，对，这个是我第一次帮你设计你家就没有沙发这件事了。他们家一向都不喜欢沙发，就是也蛮奇妙的。就是爸妈可能以前就是喜欢这种木头的感觉，然后当时我也想要强烈的要求说，我想要一个沙发，因为毕竟坐在客厅里面就会想要看电视什么的。可他就说，其实沙发第一个布的可能不好整理，然后再来是说它可能会有一些太旧换新的期间限定。那如果是木头的话，其实你在木头上面摆，不管是这种所谓的令草垫，或者是这种座椅的椅垫，都可以有很多的用途，所以他反而觉得这样比较好整理，然后也会有一种整洁的感觉。对，这也是我所有装潢的客户里面第一个没有买沙发的。我觉得这样子感觉很棒，在很多朋友来的时候就不会被限制住，大家都在这样地板上就是随意的做，很有那种合适的感觉。然后，我记得这一张是你们的树，对不对？这个桌子是我爸爸年轻的时候，大概30-40年前的时候，他自己种的。这个是一个印度紫檀。OK。后来我回来台湾之后，刚好他种的那个位置需要一些空间，所以我们就把这棵树
砍了，砍了之后，并没有马上说要干嘛，要拿去用，就只是放在那边封存了大概3-4年。那因为我们这次刚好买了这个国泰 O2， 然后要装潢，所以就把它拿来做成一张桌子。其实你仔细看它桌子的桌角还蛮特别，因为就是它当初原本的树干的这个部分，对，它把它切成2半嘛，所以其实也是它的树干来支撑它本身在上面的这个木头的材质。接下来我介绍一下天花板，檜木的天花板。那在天花板我们用的灯呢，就是用轨道灯。其他在像这个桌子的地方要特别打灯的话，我们会再另外做这个角度的灯。对呀，它没开，我看一下是哪一颗呢？一开就中，让这个客厅有一些黄光的氛围，跟周遭的基础的灯都有顾到了。那轨道灯用在后面跟前面的好处是，像我们这边来，我们往这边去，这一幅漂亮的丝巾，屋主妈妈收藏的，就是可以特别把它当做是艺术品的方式去展示。你们家真的蛮……是你的、啊？对，还是你的？好像是我的哦，都多到不晓得是谁的。应该是说当时去买这个丝巾或者是围巾的时候，都觉得好像想要使用，但是它都是太漂亮了，然后就觉得说用了会有耗损，所以就有点舍不得。后来我们就想说，虽然没有使用，但是好像放在家里也可以提升一些家居布置的感觉，所以后来就提议说，我们把所有丝巾全部都摊开来。摆几副他觉得适合的，就没有想到真的感觉也很刚好。然后我要特别讲一下，在如果没有做太多硬装的情况下，我推荐大家墙面可以做我们这个斯曼特涂料，它里面有矿物粉跟树脂，所以它摸起来是光滑面，然后也比较好清洁，加上师傅就会有一些现场手刷的纹路，会让你觉得说这个墙壁比较有一个立体度。我看这个天花板一路延伸到后面这里很漂亮。餐厅对，这餐厅要去餐厅了吗？对，要去餐厅。这餐厅也是一个梦幻的角落。Let's go！ 来看，哇，超大中岛，哇，好想要这样的餐厅哦。还有屋主他们有特别说，不想要更改原本建商的格局，他们想要赶快入住，所以基本上墙壁啊。地砖，然后浴室、厨房我都没有动。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岛其实是原本建商就附在里面的。是。那它给中岛也蛮大的，超级大。就是它里面是热炒明火区，然后外面就是轻食区，是，就是标配备餐区。对，备餐。然后这里是用餐区。这一面是我觉得餐厅最好看的角度，就是这个 L 型墙面，我们一样都有做斯曼特的涂料，就是增强这个背景的厚度感。然后再配上这个灯。你有 get 到这个灯就是一个重点。是我们那时候挑这个竹篓的吊灯，是那它在角落会特别有这种渐变的光影感。是因为餐厅是这一间房间唯一没有对外窗、没有自然采光的地方，所以我想说让它的光影有一点这种黄昏的感觉。这也是设计师送的。设计师送的。这个丝巾也是 Victoria 的吗？对，这也是我的。对，那当时我们就觉得说它很适合当一个墙的摆饰，很适合。那也是因为 Amber 有帮我们配这个画框的颜色，我觉得画框颜色反而有增加它的质感。因为过去我们在这个 H 牌橱窗看到的时候，它其实都是直接打灯嘛，但是其实如果你有加了画框，在每一幅画的感觉会不太一样。这样弄起来。心情上的感觉比放在柜子好很多。对，因为放在柜子你看不到，但是你放在墙上是天天都看得到。这样不错呢。下次再去挑一个。我挑吗？那我要先有丝巾才能选框好 ，Alan 说的 ，Alan 说的。耶，这个剪进去啊。那你要小心。Hello。嗨。进去主卧室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第2套房。好，这个就是长辈他爸妈的房间。因为呢这边的元素啊，基本上就是从公共区域延伸进来的。我就不做太多介绍，但是有一个我觉得蛮喜欢的单品，就是这个窗帘。这也是我刚刚挑的木百叶的窗帘。然后这一款木百叶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，木头做的可能会很重。但是它现在这个都是做复合的材质，所以它这个单片做的非常薄，它不会摸起来像塑胶感，它还是有木头的那种肌肤的感觉，但是又很轻，而且也蛮好拉的。但是会需要一点时间啦，因为毕竟窗户蛮大的。百叶它方便的地方就是可以调整光线进来的角度，你不会需要到说每天这样去整个拉或整个关。这里楼层又比较高，所以隐私上是蛮够的。那我觉得一个很不错是它放下来是这样，
我看一下怎么放。哦，很快耶。放下来超滑顺，不会有那种以前的百叶那种啪，是很容易坏掉卡线的感觉。这一个百叶窗帘的品牌叫做 Norman， 美国诺曼，它是坐船过来的，当时还等了一下下，这个手感很棒，推荐给你。一贯的设计，房间里面也有丝巾哦，而且这个丝巾是印第安诶，酋长丝巾。现在要打开你的主卧室了，可以吗？都收干净了吧？对，都收干净了。好，来豆豆。哎呦，来，哇，真的有在整理耶，我都看不到任何杂物哎。来，你看一下，一个有在收纳的家长怎么样？就是台面上没有东西，有没有？这个是刚刚放上去的哦，不然这台面是空的哦。这个我的衣柜，对，我所有的东西就在这个里面。哦，对，然后那个是 Victoria 的衣柜，跟包包柜这样。要，女生是一定要，女生是男生的2倍啦，一定要的。大部分都是这样。对，那我想问一下，这一区你们后来规划这边是沙发区吗？对，这是因为 Victoria 她其实蛮喜欢地毯的，所以我们用了一个区块，就是说做了一块地毯，然后这里又放了2张，其实这个是单人床，那我们把它做的很像沙发的样子。然后再加上这个 Yogibo 的靠背，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就变得有点像一个 lounge 的感觉。对。那其实这边看书啊，然后这边坐着休息一下也是非常舒服的，很舒服，很舒服。不一定都在床上。他们没有一定要遮光的窗帘，虽然那边采光蛮好的，我觉得这个窗帘是蛮加分，因为它进来的光线很柔和，而且它非常好拉。说到窗帘，我们来厕所看一下。我一个很好奇的事情，我跟你们说。他们的浴室是没有窗帘的，因为我介绍一下 Victoria， 她其实是一个公众人物，没有啦，就做新闻媒体业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想说，公众人物对自己住家应该还有蛮有隐私的要求的，可是当初你是决定说不要装窗帘在浴室，应该是说。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迷思，就是有窗户就一定要装窗帘。但如果你可能在其他的这种国外很大的这种楼层，你去看，其实他们比较讲求的是通透跟采光。好，那第一个我们是住嘛，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哦。其实我们楼层是蛮高的。再来是说，其实在洗澡的时候玻璃是会雾化的，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好像非常的透明。然后第3点，我觉得是照顾的原因，是因为如果你装了窗帘之后，只要有水汽就会有霉菌，然后它会非常的难清洗。那可能久了还会藏污纳垢。那你与其要装一个东西，它会发霉，然后可能过一阵子还要一直更换的话，我觉得反而是让它干净一点是最简单的。真的想很多耶。对，我觉得有了解到自己的生活习惯是非常好的事情。主流的东西不一定是适合你的，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参考一下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室内的导览。那我想要问一下，住了3个月左右，有没有什么使用上的，觉得说，当初没有想到可以更好？当初没有想到或更好的地方。其实没有我觉得哇，还蛮满意的。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放一个沙发店吧？对啊，那个很容易，那个我跟你说不用吗？可是我觉得你们在没有做太多硬装的情况下，家具要变动反而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可能买房子不会说1-2年就搬走嘛，那大家各住个5年10年，使用习惯或人员的进出可能都会不一样，那生活上需要调整的时候，你就不需要去拆一堆家具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用软装去布置家里的一个蛮大的优点。我其实个人也是对那个极简主义也是蛮崇尚的，但是我觉得实行上也非常难。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？有啊，你要断舍离，东西要少一点。真的很重要。你是不是很有感？你要不要讲 ？Amber 的东西很多吗？不是。Oh my god！ 我本来没有这一段没有入境，可是讲到这个断舍离，不是讲到这个断舍离，真的要称赞一下 Amber。对，因为以前呢，我的生活习惯就是有空间就会放东西。以前我的车上就会放一堆东西，可是我认识 Amber 以后，现在我每次下车是把车子全部都是清空。那他这样的个性呢，也反映到我们家。我们家就是定时会清东西，不用用就清东西，所以有时候我自己的一些配备或衣服会突然就找不到了。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住的地方也是蛮简单的，对，我们没有太多的装潢，我们家甚至现在是连电视就直接放地上，对，他们家真的很棒。有些朋友来到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就觉得，你们家好像民宿哦，
对，他想要拥有这样的设计的空间，一个就是自己要会整理，对啊，这一点他做得很棒。我讲完了。感恩，好，非常感谢 Andy 跟 Victoria 今天让我们开箱你们的家，感谢。然后呢，大家不要担心，我还是有在跑户外，我还是会很常去登山，把好的秘境分享给你们。那当然，设计是一个我努力了好久，10年以上的职业，但是我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延续我的这份热情。如果你们喜欢这种极简的风格的话，也可以联络我们的信箱，或是有其他问题也可以留言告诉我。那我要不要讲一下你们的品牌的粉专还是个人的粉专？我们吗？我们要不要宣传一下？我们是 Hyless，你可以上网 Google HYLAS， 欢迎大家想要买游艇的话，可以跟我联络。没错。好，如果大家有在看国际新闻的话，那我叫刘姿玲。好，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我的粉丝专页，平常就是在做一些媒体的工作，那也有在主持一些活动的论坛跟大型的记者会。好，非常的专业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拜拜。